不会搞什么仰望星空。李强经济学，李强自我定位行政院长。星岛日报，新任总理李强上周主持了2次会议。上周二14日，他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1次常务会议，强调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其制先明讲政治。上周五17日，他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1次全体会议，强调要坚定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根据宪法，国务院及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中南海一向有南北院之说，北院是国务院，南院则是中共中央。中共18大之后，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将之写入党章。党中央透过中央财经委、中央金融委等机构以及机构改革，推动党政合一，直接抓财经、科技、网络、港澳等工作。南院日强，北院趋弱。李强主持的这2场会议，开宗明义做出清晰的自我定位，国务院是党中央的执行机构，指出要全面准确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各项要求，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等等。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牢牢树立了主席、总书记制，国务院也可视为行政院，总理相当于行政院长或者首席军机大臣。而从李强在记者会的表态也非常清楚，他将专注于国内的经济民生事务，关注柴米油盐酱醋，不会搞什么仰望星空，或者搞一套李强经济学。李强是领袖主政这江时代的大管家，现在则是领袖的经济大管家，获得高度信任和授权，也许正因如此，反而不必瞻前顾后，可以全力拼经济。即时中国观察，李强自我定位行政院长。习近平和普京希望从莫斯科会晤中得到什么？ BBC，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访问俄罗斯，讨论贸易和政治问题。在俄罗斯卷入乌克兰冲突升级的背景下，此次访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这次访问正值他严重依赖北京进行贸易的时候，这对于对抗西方制裁至关重要，因为俄罗斯一直在促进与中国的贸易，主要是在能源领域。预计石油、天然气和能源管道将成为普京、习近平会谈议程的重要内容。普京正在寻找盟友，并试图使俄罗斯成为与中国以及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某些地区共同堡垒的一部分。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记者德米特里·穆拉托夫说，普京正在建立他的反西方世界。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声称在乌克兰冲突中保持中立，但有传言称，如果俄罗斯看起来正在输掉战争，中国将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俄罗斯？中国会袖手旁观，还是开始投入武器，给俄罗斯军队带来更好的优势？中国的中立主张似乎与中国国家控制的新闻报道不一致，那里的晚间电视简报以克里姆林宫为线索，并将很大一部分报道用于指责西方的冲突。然而，由于担心在西方引发对中国公司的2次制裁，对莫斯科没有直接的军事援助，就北京而言，俄罗斯最终充其量是第2优先事项。中国是乌克兰战争中的和平缔造者。美国和欧洲对此持怀疑态度。NY Times，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俄罗斯会见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美国和欧洲官员正在关切地等待中国是否会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援。到目前为止，中国官员一直没有谴责乌克兰的入侵，并且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首都都被视为对普京过于舒适。美国官员认为，中国仍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主要是炮弹，供乌克兰使用。此外，根据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 （John Kirby） 的说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停火将加强普京的战场地位，让俄罗斯控制比入侵开始时更多的领土。他补充说，这将是中国剧本的一个经典部分，
会议声称，我们是呼吁结束战斗的人，没有其他人士。中国可能试图在乌克兰冲突中扮演调解人，并建议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然而，就目前而言，西方认为中国过于支持俄罗斯在战争中的立场，这在许多欧洲国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敌意。英国《金融时报》警告说，允许美国和俄罗斯继续剥夺中国的战略影响力，可能被证明是一种愚蠢行为。据报道，这是推动中国国际立场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日本海和南中国海等敏感地区，中国船只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军事活动。批评人士认为，中国喜欢用仁慈交替侵略，其官方媒体创造了宏大的叙事。习近平描绘了一幅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的图景，其海外基础设施计划和北京共识作为解决贫困、气候变化和环境方面日益加剧的争端的答案。美国在制造末日军团，俄中伊和其他反对美国家开始更紧密的合作。Political， 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其他反对美国的国家开始更紧密的合作，尽管长期存在相互怨恨。虽然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表示愤怒，但也对美国对其的鹰派态度感到不安，包括严格的出口管制和对台湾的支持等行动。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同样冷淡，但在与中国或伊朗打交道时也持类似的负面看法，这反映了俄罗斯长期以来对其东部邻国的傲慢和对伊朗的蔑视。伊朗正处于获得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资格的最后阶段，三国对美国压力的集体抵抗，升华了彼此的焦虑和历史恩怨。Crew 报道称，由于中国政府拥有的粮食贸易商中粮集团 COFCO 为其大豆制定了巴西装载计划，中国正在从巴西购买大豆。该贸易商计划在8月和9月从巴西北部的帕拉州运送11批巴拿马型货物。加上这一因素，10月份的装载量使巴西大豆交付量估计达到 1.14 亿吨，比2020年增加了近 18%。但是，根据天气或缺乏后勤能力，这些估计仍可能减少。中国公司在香港寻求加密货币机会。日经亚洲，尽管北京打击虚拟资产，但香港成为区域加密货币中心的申请吸引了中国大陆的几位企业高管。感兴趣的人包括中国的证券公司和银行，他们看到了允许在该市2家持牌交易所，即 Hashkey 和 OSL 进行加密货币零售交易的潜力。香港当局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吸引这些投资者，例如提议修订立法，要求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获得牌照，并改善反洗钱法规。香港是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所在地，该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然而，监管环境没有跟上这种增长的步伐，导致人们对洗钱和欺诈等风险的担忧。立法者目前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加强对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的监管，但他们也希望确保香港仍然是区块链公司和对加密货币感兴趣的投资者的有吸引力的目的地。正在进行的发展引发了投资者的兴奋，他们将香港视为进入中国庞大市场的门户，尤其是在北京监管打压之后。一些专家甚至预测，鉴于其地理位置和作为金融中心的历史，香港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市场之一。然而，其他人警告说，投资数字资产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特别是考虑到监管机构对全球该行业的看法缺乏明确性。正如预期的那样，中国3月份维持贷款基准不变。路透社，中国连续第7个月维持基准贷款利率。分析师表示，这一决定受到中国人民银行 PBOC 上周决定减少银行必须留作准备金的现金数量的影响。路透社调查的所有22名受访者都预测，1年期贷款最优惠利率 LPR 将保持在 3.65%， 5年期 LPR 将保持在 4.30%。利率由18家指定的商业银行设定，这些银行每月向中国人民银行发送建议利率，贷款人向其最佳客户收取的水准。中国上一次削减这2个 LPR 是在8月份。
5年期利率影响抵押贷款定价，而1年期利率则设定了中国大多数新增和未偿还贷款。律被指控训练中国军队的澳大利亚飞行员是否被美国当局引诱回国。澳洲 ABC 一名前美国飞行员的律师已经开始调查，以确定他们的客户是否被欺骗返回澳大利亚，从而促进他随后被引渡到美国。丹尼尔·杜根 Daniel Duggan 去年被捕，原因是他被指控帮助训练中国军队成员驾驶喷气式战斗机。美国正在寻求引渡他。他的律师辩称，他是被美国当局引诱回澳大利亚的。有人指控美国和澳大利亚安全机构、澳大利亚联邦远警、澳大利亚刑事情报委员会和 ASIO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之间勾结。Duggan 的法律团队坚持认为，协助他辩护所需的大部分证据都被这些当事方隐瞒了。纽西兰外长将在北京会见中国外长。路透社，纽西兰外交部长纳奈亚·马胡塔 （Nanaia Mahuta） 将于本周访问中国，讨论关键安全挑战，并对他所谓的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表示担忧。马胡塔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北京，在此期间，马胡塔还将倡导纽西兰对人权的承诺，并支援反映这些价值观的成果。马胡塔还表示，他打算在中国讨论气候和环境问题以及贸易协定。纽西兰与中国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根据马胡塔的说法，是我们最重要、最复杂和最广泛的关系之一。这次旅行是纽西兰和中国之间几年来紧张关系之后，首次放宽了由于 COVID-19 而造成的两国之间的旅行限制。中国外交部对马胡塔的访问作出回应，称两国有着良好的沟通和互信传统。这次访问是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进行的，包括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以及中国新疆的区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待遇。纽西兰近年来一直表示打算寻求更加独立和多样化的外交政策。2020年底，总理杰辛达·阿德恩 （Jacinda Ardern） 表示，如果纽西兰符合该国的价值观，纽西兰将继续寻求超越其传统伙伴的联盟。